2023年6月28号，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3次会议表决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关系法》，国家主席习近平签署主席令予以公布，自2023年7月1日起施行。对外关系法是新中国成立以来首部集中阐述我国对外工作大政方针、原则立场和制度体系，对我国发展对外关系作出总体规定的基础性涉外法律。它的颁布是我国涉外法治体系建设的重要里程碑。对外关系法在结构上分为总则、对外关系的职权、发展对外关系的目标任务、对外关系的制度、发展对外关系的保障及负责等6章。共计45条，全面阐述了中国发展对外关系的指导思想、宗旨原则、任务目标，并对中国发展对外关系的各项职权分配、制度、规则等方面作出具体规定。这部法律既从宏观层面进行了顶层设计，也从微观层面对各领域各方面搭建起了具体的法律架构，比如对于国际条约的实施和适用，对于海外利益保护以及对外法治合作交流等重要涉外法律问题，都在立法层面进行了回应和安排。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办主任王毅6月29号在人民日报撰文，在介绍对外关系法诞生的背景时表示，当前我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力显著提升，同世界关系发生前所未有的深刻变化，我国发展面临更加错综复杂的国际形势，法治建设对发展对外关系、维护国家利益的作用更加凸显。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100年未有之大变局，强调法治是国家核心竞争力的重要内容，要求加强涉外领域立法，加快形成系统完备的涉外法律法规体系，为维护我国主权安全发展利益，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法治保障。在这一背景下，对外关系法应运而生。王毅强调，面对严峻挑战，我们要善用法治武器，不断丰富和完善对外斗争法律工具箱，充分发挥法律作为国际秩序稳定器的积极作用。王毅还谈到，要以对外关系法出台为契机，提高依法办外交的能力和水平，为新征程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提供坚强法治保障。观察指，对外关系法的出台是新中国对外关系法治理论和实践的创新发展，具有应运而生的深刻时代背景和鲜明的中国特色。而制定和颁布对外关系法，也是我国应对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运用法治手段维护国际秩序和促进全球发展的必然要求。党的18大以来，全面依法治国被纳入4个全面战略布局统筹推进，对外领域法治体系建设也是其中的一个部分，肩负着补短板、强弱项的重任。与此同时，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在这种情况下，法治建设在对外工作中的重要地位更加凸显。我国在对外工作当中拿起并用好法治工具，也有着更加紧迫和重要的意义。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对外关系法的制定和颁布被赋予了必要性和紧迫性。6月29号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毛宁也介绍，在中国的涉外法律法规体系中，对外关系法具有基础地位，发挥指导作用，重在明确我国对外工作具有普遍指导意义的方针原则，就对外关系各领域工作作出根本性、原则性的规定。制定对外关系法，体现了中方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的外交政策宗旨，反映了中方对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强烈期待，彰显了中方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的坚定信念，同时也充分展现了中方坚决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维护国际公平正义的决心和担当。对于完善我国涉外法治体系而言，制定对外关系法意味着我国在涉外领域有了一部发挥着指导和定位作用的基本法。对外关系法的制定，它有利于我国更好地以法治方式维护我国国家利益，也维护国际公平正义。外界注意到，近年来美西方一些势力奉行单边主义和零和博弈思维，动辄以其国内法为依据，对外实施单边制裁和长臂管辖，以所谓的法律手段搞极限施压、筑墙设垒和脱钩断链，严重危害他国主权与利益，
严重威胁国际秩序和全球发展。一些国家出于私利，频频以不符合国际法的方式滥用国内法的域外适用，对外国实体和个人进行肆意打压。那么这种做法和这种霸凌行径，被国际社会普遍批评为长臂管辖。中方一贯坚决反对这种做法。观察指，从我国国家利益在海外不断拓展和延伸的现实来看，中国国内法域外适用的问题日趋严重。为了反对滥用长臂管辖，我国正式通过《对外关系法》，理直气壮、旗帜鲜明地积极推进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的具体体现。在对外关系法当中，对于我国在什么情况下如何采取反制和限制性措施，做出了制度性的安排。这为中国法的域外适用搭建起了基础性的法律制度框架。对外关系法其中对有关的各部门如何建立起相应的制度和机制，如何更好地加强各部门之间的协调配合，从而制定和实施反制和限制性措施，做出了具体的规定，将有助于我们更加精准有效地应对美国的长臂管辖。深圳卫视注意到，针对一些国家对华无理打压遏制、粗暴干涉中国内政的行径，中国陆续出台《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外国制裁法》、《阻断外国法律与措施不当域外适用办法》、《不可靠实体清单规定》等予以反制。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国际战略研究所学者金晨一对深圳卫视表示，对外关系法的实施后，可以预见，中国将基于这些法律基石，逐步构建起属于自身的反制裁法律体系，助力强化对外斗争的法律工具箱。这也意味着我国在对外工作当中有更多的法律工具可用，意味着我国对外斗争的工具箱进一步充实。针对外国对我国的干涉、制裁、破坏等行为，对外关系法明确规定了可以采取的限制和反制性措施，有助于我国更好地运用立法、执法、司法等手段来进行回应，从而更好地维护我国的国家利益，也是维护世界的和平与稳定。相关话题来连线特约评论员管瑶。管先生您好，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关系法已由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通过，将自7月1日起正式实施。那么您对此有何前瞻？好的，主持人。那么中国最高领导人呢多次强调指出，中国日益走向世界舞台的中央，那么作为负责任的大国，参与国际事务必须要善于运用法治。把脉当前国际国内的形势总书记也深刻剖析，世界进入到动荡变革期，那么国际竞争呢越来越体现为制度、规则、法律之争。我们呢必须要加强涉外法律法规体系的建设，提升涉外执法的司法效能，坚决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在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工作会议上，总书记呢也特别要求，要综合利用立法、执法、司法等手段开展斗争，要坚决维护国家主权、尊严和核心利益。法治是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也是呢国家核心竞争力的重要内容。那么从这种意义上来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关系法》如期通过，并将全面实施，这呢是中国全面加强涉外法律法规体系建设，统筹推进国内法治和涉外法治，来提升涉外执法的司法效能，向前迈出的关键一步。那么这是中国涉外法律工具箱迎来的一大重器。中央外事委办公室主任王毅撰文指出，贯彻对外关系法是为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来提供坚强的法治保障。那么中国全面推进全方位的大国外交，践行贯彻习近平外交思想，有了强大的法律武器。随着对外关系法的全面实施，中国反制裁、反干涉、反制长臂管辖又将迎来怎样的新局面？今年两会期间，总书记在看望参加政协会议的民建工商联的界别的委员时他的一番话呢，引起了国内外媒体的高度关注。总书记就明确指出，过去5年我国发展的外部环境急剧变化，不确定、难预料的因素显著增多，尤其呢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我实施了全方位的遏制、围堵、打压，给我国发展带来前所未有的严峻挑战。那么美方对华所谓全方位的遏制、围堵、打压，
那在法治领域就集中表现为法律战，以各种名目五花八门的法律与行政令作为幌子，大搞胁迫外交，大搞制裁干涉与长臂管辖。以目前现已停滞的中美高层军事对话为例，中国驻美大使馆发言人刘鹏宇周三呢在记者会上就明确表示，美方了解两军关系的困难所在，那么就是因为美方对华实施了单方面的制裁。甚至大国防长至今呢仍然是美方所谓制裁对象，那么美方又有什么资格来奢谈军事高层的这个交流对话呢？因为平等对话的前提根本就不存在。中国外交部官网上月呢发布《美国的胁迫外交及其危害》这篇重磅报告，它以详实的统计数据与现实案例论证美国以反海外腐败法、敌国贸易法、以制裁反击美国敌人法等等一系列的国内法，并且呢炮制连串行政令，那么直接对特定国家、组织或者是个人来实施制裁，任意扩大美国国内法的管辖范围，滥用国内的司法诉讼渠道，对其他国家实体和个人大搞所谓的长臂管辖。所以中国最新通过的对外关系法，包括此前通过的反制裁国家法以及不可靠实体清单等等，也是呢我们针对单边主义、保护主义与霸凌行径来依法行使反制裁、反干涉、反长臂管辖的正当权利。可以说，就此呢提供了法律的依据和武器。对外关系法第33条明文规定，对于违反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危害中华人民共和国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的行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有权采取相应的反制和限制措施。值得注意的是，外媒在关注对外关系法通过实施，都呢特别指出这是 the umbrella legislation， 也就是总括立法，它呢规管中国对外关系的各个领域，和此前更加具有针对性也更加聚焦的反制裁国家法等等呢，可以说是对照明显。当然，这也从一个侧面见证，我们的法律工具箱也在不断的丰富，我们的法律斗争工具与手段也是在持续的完善中。那么，境外媒体对中国对外关系法通过还有哪些特别关注点呢？美国彭博社将对外关系法称作是中国最新通过的 a sweeping foreign policy law， 是所谓的压倒性的全面法律，是反制西方干预的现有法律工具的一个集合。彭博社甚至还对照了中方对外反制裁手段的影响和实效。今年呢，美国2大军火商洛马公司以及雷神公司的一家下属企业，因为对台军售被中方纳入进了不可靠实体清单。但是呢，美媒就认定说，这样一个举措很大程度上只具有象征性，因为呢，这2家美国军火商他们在中国大陆的业务几乎可以说是忽略不计的。但是呢，彭博社也指出，和它相比，中方上月根据国家安全审查的结果，对美企美光公司实施的这个产品禁止令，则是迄今最有实质影响的大杀伤的所谓反制行动。美媒就声称说，这令到制裁对象真正感到肉痛了。香港英文报章《南华早报》今天也指出说，新通过的对外关系法是北京针对外国制裁与外部干预的最新的法律武器。那么新法也将会进一步强化执政党对于外交的全面领导。港报就认为，新法涉及到全球治理、安全、司法合作以及中国公民海外保护等等多个领域。港报呢特别关注到了对外关系法第37条的条文规定，强调这意味着中国官员与官媒多年来的一个集中呼吁正在成为现实。全面整合政治、经济、外交以及军事资源，旨在呢全面保护中国公民、实体、资产、能源以及战略通道安全等等所有的海外利益的一个法律框架已经呢轰然到来。当然了，外媒也注意到，对外关系法第33条也明确规定，国务院及其部门要制定必要的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要建立相应的工作制度和机制，来确定和实施有关反制和限制措施。我想这就意味着全面落实对外关系法，国务院在执行层面，包括建章立制与部门建设上，还有大量的务实工作要扎实推进。举个眼前的例子，近来美国媒体都在密集报道，拜登政府又要推进所谓对华智能芯片的出口限制了，而它背后的执行部门大概率又是美国商务部下属的产业安全局。事实上呢，搞长臂管辖大肆
推进贸易霸凌，美国国务院、五角大楼、财政部、商务部等等，他们都有自己的清单工具，也都有自己的决策执行部门。那么制裁与反制裁、干预与反干预的能力建设，我们呢必须也要在国际法律斗争中要不断优化、不断强化。还是那句话，法律的生命在于实施，法律的权威也在于实施。我们期待随着对外关系法的全面实施，它呢能够真正长出法律的利齿，能够更加坚定有效地维护国家主权安全与发展利益，能够更加坚定有效地维护国际公平正义。好的，谢谢管先生跟我们共同在线分享您的观点。谢谢。在美国国务卿布林肯结束访华1周后，6月27号，中国驻美国大使谢锋同美国常务副国务卿舍曼通电话。这是谢锋大使上任以来与美国务院就履新事宜首次进行了通话。尽管布林肯刚刚结束访华，但接受采访时仍在涉华议题上表达的阴阳怪气。他说，美方将一如既往捍卫美国利益和价值观，继续做中方不喜欢的事，说中方不喜欢的话。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表示，我们对布林肯有关言论表示不满，美方说的这些话、做的这些事违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中方理所当然坚决反对。据中国驻美国大使馆消息，6月27号，中国驻美国大使谢锋同美国常务副国务卿舍曼通电话。谢锋大使感谢美方为其履职提供支持和协助，表示一个健康稳定的中美关系符合两国共同利益，也是国际社会的共同期盼。舍曼欢迎谢锋大使来美履新，表示美国务院将继续为谢大使履职提供便利和支持。It was to follow up on the Secretary's visit. There are a number of conversations that are happening at the sub-cabinet level now about following up on some of the issues that the Secretary. 虽然舍曼已宣布将退休，但美国国务院表示，此次通话具有实质性的内容。他还透露，目前两国各层级官员之间也有一些对话在进行，涉及到布林肯访华期间的一些议程的后续行动。布林肯访华期间，中美达成共识，同意考虑增加两国间的商业航班，以改善民间交流。据路透社报道，美国国务院负责东亚与太平洋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康达6月28号在华盛顿举行的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智库活动上说，两国同意考虑分阶段增加中美之间的商业航班数量。布林肯访华后，美方其他官员也希望尽快安排访华行程。据彭博社6月26号指，美国财政部长耶伦计划7月初造访北京，展开高层级的经济会谈。与耶伦不同的是，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日前接受采访时，虽承认中美双方存在分歧，但他也表示，美方将一如既往捍卫美国利益和价值观，继续做中方不喜欢的事，说中方不喜欢的话。对此，中国外交部表示不满。在6月29号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毛宁回应称，美方出于错误对华认知，奉行错误的对华政策，对中国进行围堵、遏制、打压，无端对中国进行攻击抹黑，肆意干涉中国内政。美方说的这些话、做的这些事，违背国际关系的基本准则，中方理所当然坚决反对。我要再次强调，相互尊重是国与国打交道最基本的原则，也是中美正确相处之道的应有之义。中方敦促美方停止发表不负责任的言论，用实际行动兑现美方所作承诺。外界还注意到，美国会参众两院军事委员会分别通过2024年度国防授权法案，要进一步推进美台军事合作。布林肯则称，美不支持台独，但反对任何一方单方面改变现状。6月29号，国防部也对相关言论回应表示，台湾问题是中国核心利益中的核心，是中美关系最重大的问题，也是最突出的风险。中国必须统一，也必然统一。怎么解决台湾问题是中国人自己的事，不容任何外部势力插手干涉。潮流不可逆，玩火必自焚。中国人民解放军有能力、有信心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坚决粉碎台独分裂和外来干涉图谋。值得注意的是，美国还在科技等领域持续围堵打压中国，与布林肯宣称的保持畅通沟通、寻求对话交流合作等言论背道而驰。据美国《华尔街日报》6月27号报道，美国政府正在考虑进一步收紧向中国出口先进芯片的限制。当日，英伟达与超微半导体公司的股票闻声下挫2%以及1.5%。据报道，
美国商务部计划最早7月初开始勒令英伟达以及其他半导体公司停止向中国客户提供先进芯片。去年9月，英伟达称，美国官员要求其停止向中国出口2款用于人工智能的最先进的芯片。10月7号，拜登政府公布了一系列新的出口限制措施，其中涉及半导体领域，禁止将使用美国设备制造的先进芯片销售给中国。几个月后，英伟达首席执行官黄仁勋告知，为配合美国商务部出口限制规定，将向中国提供 A800新型先进芯片作为替代。当时 A800被看作是英伟达向中国人工智能开辟的特供。今年3月，英伟达将其旗舰芯片产品 H100减速修改为可以合法出口到中国的版本。但据《华尔街日报》的报道， A800现在被写进了新一轮禁运芯片名单，没有美国商务部的特许，不可以出口到中国。新规定被认为是对去年10月出台的出口限制的扩充，是不留死角，反映出拜登呢认为这个中美之间的科技竞争呢是决定中美战略竞争关键一环的这样一个政策逻辑。如果说拜登政府继续了采取这样一个零和这个视角来看待中美之间正常的经贸关系和科技关系，那么我们说这个中美经贸关系的正常的恢复了，还会有相当长的路了这个要走。同时，拜登政府在这个经贸问题上可能很难摆脱特朗普政府给他设置的这个障碍和阴影。29号下午举行的国防部例行记者会上，国防部新闻局副局长、国防部新闻发言人张晓刚大校就多个热点话题进行了回应。他对近日召开的全军基础训练现场会的情况及全军上半年军事训练特点进行了介绍。对于一些域外国家在东海、南海进行军事挑衅，张晓刚大校正告相关国家不要为他国火中取栗，避免损害自身利益。6月18日至20日。全军基础训练现场会在天津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又侠出席。会议旨在深入贯彻习主席关于加强军事训练的重要指示，加快组训模式创新，推进基础训练转型升级，为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打牢战斗力根基。张晓刚表示，今年以来，全军深入学习贯彻党的20大精神，聚焦备战打仗，大抓实战化训练。一是深化战争和作战问题研究，持续创新战法训法，深研信息化、智能化战争制胜机理，强化人民战争战略战术运用。二是严格按纲实训，正规训练秩序，突出重点课题专攻精炼，军事训练水平和实战能力持续提升。三是突出体系建设、体系运用，深入破解短板弱项，加快推动作战体系整体升级，体系练兵的内容、条件、机制和方法路子进一步走开。四是大力发展基地化、模拟化、网络化训练，突出新型作战力量实践运用，创新以科技之变主动应对战争之变、对手之变的练兵方法。五是坚持开门练兵，与多个国家开展联演、联训、联赛，丰富演练科目，扩大力量规模，增加核训时间，推动国际军事合作走深走实。6月21号，第20届东盟地区论坛安全政策会议在印尼雅加达成功举办。与会各国代表就地区国家面临的安全威胁、蓝色经济、建立信任措施等议题交换意见。中国国防部工作组参加了这次东盟地区论坛安全政策会议。中方提出，亚太是地区国家安身立命的共同家园，应强化命运共同体意识，各方应聚焦务实合作，加强与东盟防长扩大会等合作机制联动对接，积极开展反恐、维和、军事医学、人道主义救援减灾等非传统安全领域合作。会议期间，中方代表诚挚邀请各国来华参加今年下半年举办的第10届北京香山论坛。应中国国防部邀请，6月12号至16号，51国74名驻华武官及其配偶赴陕西，集体参访陆军边海防学院、西安国际港务区和西安、延安两地革命旧址等地，参与富有中华传统文化特色的体验交流活动。张晓刚表示，众多武官通过亲身见闻，与当地驻军和民众面对面交流，更加深入了解中国历史文化传统、中国式现代化发展成就，
更加深刻理解了新时代中国国防和军队建设发展理念。针对美国、日本、菲律宾近日举行3方安全会议，广泛讨论东海、南海等地区安全挑战，并表示要实现南海联合演习常态化。对此，张晓刚表示，当前东海、南海局势总体保持稳定，但个别域外国家为一己之私、搅局滋事、搞军事挑衅，制造阵营对抗，升高地区紧张局势。地区国家应对此高度警惕，不要为他国火中取栗，避免损害自身利益。中国是国际海洋法治的坚定捍卫者和建设者，致力于通过谈判协商妥善解决争端。我们敦促有关国家停止损害中方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以及导致局势复杂化的言行。中国军队将密切关注形势变化，采取坚决有力措施，坚定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俄罗斯外交部在6月27号发表的一份声明中表示，俄中外交部就反导弹防御问题举行了定期磋商，中俄在反导这样一个比较敏感的领域保持沟通，加强合作，体现出两国不断加强的政治互信以及务实合作不断加强的现实。然而，中俄合作的深化却挑动岛内绿营的敏感神经。台媒近日在台防务部门带节奏下大肆炒作2艘俄罗斯军舰穿航台海的消息。据俄罗斯卫星通讯社消息，俄外交部6月27号在一份声明中称，俄中两国外交部在莫斯科就反导弹防御问题举行了定期磋商，就这一问题的各个方面，包括全球和地区层面，详细交换了意见，并强调今后定期举行此类磋商的重要性。时事评论员宋忠平向深圳卫视分析，中俄外交部此时就反导防御问题进行磋商，与两国面临的外部环境息息相关。美国正在日本打造基于美国系统的反导体系。韩国也在其力促下，计划增加在整个东北亚地区的萨德导弹防御体系的建立，均会危及中国和俄罗斯的国家安全。国际上所面临的威胁，主要体现在你像美国在印太地区、在欧洲打造反导体系，中俄两国必须要分析现在所存在的形势，也就是这些危机对中俄会带来什么样的威胁，这是外交部门需要考虑的。那么，既然考虑到来自于实际的威胁，尤其来自于美国全球导弹的威胁的话，两国就需要考虑有什么对策。在中俄外交部门拿出对策的基础之上的话，两军之间将会开展更加务实的合作。实际上，中俄两军在反导系统上的合作由来已久，包括此前俄罗斯向中国交付基于先进拦截导弹的 S-400凯旋防空导弹系统。S-400导弹本身是末段中低空拦截体系，它本身是反导体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那么中俄在这个问题上是取长补短，相互之间进行合作，进行早期预警。俄罗斯有这方面的经验，俄罗斯其实还有比较好的地缘优势。如果从北极打来的话，把联合预警体系放在天上，包括放在俄罗斯境内的话，这种预警将会效率更高。中俄两军此前也在反导方面展开联合演习。早在7年前，中俄就首次举行了首长司令部层级的联合反导计算机演习，并命名为“空天安全2016”。此后1年举行的空天安全2017演习，则着重演练反导战役级别的部署和联合行动，共同应对敌方弹道导弹以及巡航导弹的突然袭击。同一年，中俄还进行了天空之钥军事竞赛，解放军防空部队的 S-300与俄军同型反导系统进行了比武，同时展开了联合演练，包括反导作战的筹划指挥、火力协同等科目。截至目前，中俄两国已经检验了反导作战的联合部署、兵力和武器配置，通过模拟演训探索实战中的问题，实现反导信息共享。分析认为，中俄通过反导联合演习，已经具备了联合探测定位来袭导弹信息、进行拦截战术策划，并展开火力协同等能力。未来，中俄联合反导合作将进入常态化。反导这本身属于是一个国家的核心科目，尤其是军事方面的核心科目。中俄两军在军事交流和军事技术合作上已经达到了极为深化，也就是完全建立了军事互信，所以才会在反导这样一个高难度的科目上来加强彼此的合作，取长补短。中俄合作的深化却挑动岛内绿营的敏感神经。台媒近日在台防务部门的带节奏下，大肆炒作2艘俄罗斯军舰航经台海的消息。台防务部门6月27号晚宣称，截至当晚23时许，侦获2艘俄罗斯护卫舰由南向北航经台湾东部海域。随后有台媒炒作，
俄罗斯2艘护卫舰27号下午在宜兰东澳外海约26海里处现身，引发台湾方面和日本的高度关注。报道还煞有介事地渲染，俄军舰在台湾东部海域出现，且如今接近台岛的情况相当罕见。值得注意的是，台防务部门过去鲜少发布俄罗斯军舰航行信息，此次对外公布消息不寻常。观察指出，俄舰现身的相关海域实际上是在中国的专属经济区之内，无害通过，受到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保护，并未违反国际法。这种炒作呢，其实说白了就是想离间中俄之间的关系。我们知道，俄罗斯也经常会和东南亚的国家来搞军事交流。他们一般路径是什么呢？就是要走西太平洋，然后经过台湾岛的东部海域，然后再穿行38海峡，最后进入南海，和南海的某些国家来进行合作。要么就是从相关的海域前往西太平洋，甚至中太平洋来加强合作。实际上，根据俄太平洋舰队新闻处6月27号发布消息，航经台岛的正是该舰队的响亮号和完美号护卫舰，他们要穿越南海，进入菲律宾海南部，并将在那里展开远程海上行动。与此同时，台防务部门也在持续紧盯解放军动向。有台媒渲染，解放军8架歼10战机在本月分4波穿越所谓海峡中线，台军方叫嚣称，经警告无效后将予以所谓打击。对于台防务部门声称的海峡中线，此前，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曾表示，大陆和台湾同属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不存在所谓的海峡中线。相关话题来连线特约评论员刘和平。刘先生您好，对于俄罗斯2艘护卫舰突然出现在台湾东部海域，您是如何看？确实，过去也曾经有那么1、2次俄罗斯军舰曾经行经台湾附近海域，包括去年5月份在台湾与日本之间的海域通过。但是呢，都是纯粹的借道通过，没有什么特别的含义。那么这一次，这2艘俄罗斯军舰却是故意舍近求远，专门绕个弯，驶到台湾东部外海24海里附近。因此，我注意到，几乎所有评论都认为，俄罗斯这是在向美国、日本与台湾地区示威，因为这些国家和地区在俄乌冲突发生之后，都对俄罗斯进行了制裁。尤其是蔡英文当局的芯片禁运措施，让俄罗斯至今耿耿于怀。不过，我倒倾向于认为，俄罗斯此举主要是以实际行动在向中国大陆发出核心战略利益相互关切与相互交换的信号。既然中俄承诺在核心利益问题上相互支持，在解决乌克兰危机问题上，中国给俄罗斯提供怎样的帮助呢？中俄承诺在核心利益问题上相互支持，不代表中国在俄乌战事上会帮助俄罗斯。因为第一，中方已经一再反复强调，在发展中俄关系与对待俄乌冲突上，中国是有底线的。这个底线就是不能违反联合国宪章中规定的国家主权神圣不容侵犯的原则。所以中方至今没有在军事上支援俄罗斯。第二，虽然近年来的台海局势看上去似乎是风高浪急，但是由于中国大陆早已定下了和平统一台湾的战略大方向，也就是要通过自身的发展，最终对台湾实行磁吸式的统一。再加上在中国大陆强大的政治和军事威慑之下，台独势力也不敢轻举妄动。第三，针对政治解决乌克兰危机，今年2月24号，中方已发布关于政治解决乌克兰危机的中国立场文件，提出尊重各国主权，并及冷战思维。有台媒渲染，本月解放军多架次军机穿越所谓海峡中线，抵近所谓台24海里线毗连区空域。您对此有是如何看？我想，对于解放军，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大陆才采取了不对等的军事反制措施，即你在政治、经济与文化上无限靠近台独红线，那我就在军事上无限接近你所谓的最后一道防线，也就是12海里海空范围内。你在政治上不承认九二共识，那两岸在军事上就没有什么所谓的海峡中线。至于中国大陆会在什么时候、什么情况下突破台湾的所谓最后一道防线，我认为这个时机点就是当台当局在政治上突破台独红线的时候。好的，谢谢刘先生跟我们共同在线分享您的观点。今年5月14号，泰国议会下议院选举产生新一批500个席位，其中皮塔率领的远近党在选举中拿下151席，居所有政党之冠。
随后率领位居第2的为泰党在内的另外7个政党组成执政联盟。该联盟宣布了雄心勃勃的改革计划，将重写由巴育军政府于2017年起草的宪法，并结束征兵、允许同性婚姻等。但皮塔目前能否顺利当选总理，还要等新一届国会下议院7月3号的选举，选出国会正副议长，再由议长召集上下两院联席会议，于7月中旬对新总理人选进行投票。泰国总理由国会上下两院联席选出，只有获得750个席位中的多数及376票以上的支持的人才能当选总理。皮塔领导的执政联盟虽然在下议院掌握312席，但距离总理选举门槛还有64席差距。皮塔6月27号对媒体表示，他已获得国会上议院的足够支持，有望成为下一任总理。然而，当被记者问及获得上议院多少名议员支持，他则没有提及具体数字。皮塔现在虽然是获得了泰国青年选民压倒性的民意支持，但是也受到了上层精英阶层的强烈抵制，这两者是一枚硬币的两面。皮塔本人其实并没有治国执政的经验和亮眼的业绩，他之所以能够得到泰国民众尤其是青年民众的强烈支持，就是因为他提出了一系列革命性的、颠覆性的口号，说改革君主制、打击军方、反对大财团的垄断。通过这种激进的姿态，他才得到了泰国青年民众的支持也受到了整个既有体制的反对。从泰国以往经验来看皮塔这样做其实胜算并不大。即便他勉强能够担任总理，也会面临不断的动荡和挑战，很难把这条路顺利的走到最后。根据泰国宪法，上议院250名议员任期5年，目前尚未改选。这些议员全部由当时军方掌管的全国维持和平秩序委员会任命，以亲军方者和保皇派人士为主。由于皮塔及其率领的远近党主张改革君主制、废除欺君罪等法律条款，触动了王室与军方等保守派利益。一些上议员已经明确表态称，就算民意呼声再高，也不会给皮塔投票。综合泰媒报道，泰国此次总理选举候选人数达几十人，主要政治背景包括亲军方和王室的保守派政客，以及呼吁改革的反对派政党人士。英国《卫报》将呼声最高的3位总理候选人称为哈佛毕业生、新妈妈和政变领导人，分别代指远近党领袖皮塔、前总理他信的女儿贝东丹和通过军事政变上台的现任总理巴育。此前一直以来呼声最高的要数履历光鲜的远近党总理候选人皮塔。他从小在新西兰留学，大学回国后就读于泰国法政大学商业和会计系，以1等荣誉学位毕业，随后获得包括哈佛大学在内的2所美国顶尖高校的奖学金。据《卫报》报道，皮塔有丰富的商业经验，是知名创新企业 Grab 的泰国公司执行董事。尽管如此，皮塔还是在努力维持选民对政治改革的热情。他也频繁会见企业领袖，讨论政权过渡与他上台后头100天的施政重点，争取企业支持。泰国上议院当初之所以设立，就是为了对付皮塔这种人的出现。上议院基本上都是一些政治立场趋向保守的各界知名人士直接由军方委派，用来防止反对派力量在国会占据优势地位所以说呢，上议员他是不可能大量支持皮塔，所以呢，真正支持皮塔的上议员呢，只能是上议院当中的极少数个别的人。皮塔真正要登上总理宝座，最终还是要得到各个政党的支持，而不能指望上议员的支持。本月初，皮塔突然被指控持有该国媒体集团 ITV 的股份，违反竞选法规。按照泰国选举规则，立法机构候选人不得拥有媒体公司的股份或利益。对此，皮塔在社交媒体上发文声明 ，ITV 自2007年以来一直是一家控股公司，他在该公司的股份是家族遗产的一部分，而他只是管理人。皮塔强调，在要求取消其资格的请愿书提交之后，他已经将股份转让给其他家族成员。泰国选举委员会正在对皮塔是否符合候选人条件开展调查，这一调查预计将耗时约60天，意味着结果将于8月初揭晓。报道称，如果发现其存在违规行为，皮塔将被取消参选资格，甚至最高可判处10年监禁和20年禁止从政。这一切的调查和质疑，再加上来自上议院的阻力，可谓给皮塔的政治前景蒙上了一层厚厚的阴影。就在皮塔面临巨大挑战之际，今年37岁的泰国第一大反对党为泰党党魁贝东丹，则正以惊人的势头崭露头角，成为新一任总理的有力竞争者，也是不少泰国政治分析家看好的总理人选之一。身为泰国前总理他信的女儿，年轻干练的贝东丹被视为延续他信影响力的最佳人选。
其背后的希纳瓦家族在泰国政坛以倡导激进的社会福利政策著称，深得来自泰国东北部的广大农民群体的支持。亮相政坛后，他以敢想能做、一心为民为口号，曾立下提高最低日薪、改善农民生活、将泰国的经济增长率提升至5%等政治承诺。除此之外，贝东丹也在努力塑造坚强妈妈的形象。今年5月1号，她顺利产下一子，晋升2孩妈妈。5月3号，仅休息了1天的贝东丹就回到竞选台前，带着新生儿一起参加新闻发布会。她的孕期贯穿整个大选拉票阶段，身怀6甲奔波各地，这一形象也被认为能赢得许多女性选民的支持。如竞选成功，贝东丹将成为泰国历史上最年轻的总理，也将是继姑姑英拉后泰国历史上第2位女总理。泰国3月民调显示，贝东丹的支持率为38.2%，遥遥领先其他候选人。但贝东丹的高人气也无法保证他一定能够夺得总理大位。希纳瓦家族执掌泰国期间，获得了大量泰国中下阶层的拥护，但因政策向中下阶层群体倾斜，严重影响了上层精英的利益。泰国王室、军方等保守派因此并不愿看到希纳瓦家族重掌大权。目前来看呢，远近党其实已经替代了为泰党的位置，成为了泰国风头最盛的政治派别。为泰党实际上现在已经很难超越远近党很难对远近党形成实质性的威胁了。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每一次新的大选都会有300到400万青年泰国选民达到投票年龄，成为首投族。因此时间越往后，远近党的支持面就会越来越大。为泰党除非你说进行根本性的变革，它变得比远近党要更为激进而极端不然为泰党和远近党之间的差距只会越拉越大。所以说他信的时代实际上已经日薄西山了。那他信的女儿贝东丹作为他信的代言人，实际上号召力也是相当有限的。政坛的风云变幻虽是民众茶余饭后的谈资，其对社会局势的影响却也不可小觑。据泰国国家报6月26号报道，消息人士称，泰国军警方担心，如果皮塔在总理选举中落选，恐将爆发大规模的示威活动。军方和警方的消息人士称，远近党和为泰党等反对党的支持者计划在总理选举之前举行集会活动，对上议员施加压力。据称，泰国警方将要求发起集会的人必须获得许可证。泰国现行社会格局和发展模式呢，实际上是越来越不被民众尤其是青年民众所接受。在这种情况下，可想而知，无论谁上台，都将面临一个政治上非常分裂的泰国。如果皮塔上台，那将会和整个上层精英阶层以及保守派民众产生冲突，被作为一个君主制度的颠覆者而不断的受到打压。相反，如果皮塔不能上台，那么无论谁上台，都会被皮塔的支持者视作是一种对自身的背叛，会遭到政治对抗，甚至是街头示威。长期以来，泰国政坛经历了漫长的拉锯和动荡，政局的不确定性也充分反映在泰国股市上。泰股今年以来表现堪称亚洲最差，已跌约11%，恐将贯穿2021年初以来的低点。泰铢汇价28号创7个月以来新低，选后贬幅约2.3%。走出新冠疫情后，泰国仍是东南亚经济复苏势头最弱的国家之一。去年 GDP 只有2.6%的增长，而马来西亚和越南增长分别为8.7%和7.4%。泰国媒体分析认为，无论是谁就任新总理，都将面对该国一系列的社会与经济困境。泰国经过近10年的军政统治之后政治权力被少数的集团所控制，经济发展的成果很大程度上也被少数财团所垄断。再加上疫情的影响，泰国的经济发展受到很大的挑战。民众将这种不满归咎于巴育政府，而巴育政府呢，又把自己作为捍卫君主制度的这么一个捍卫者，以此作为自身合法性的支柱，结果最后就造成泰国的青年民众对君主制度本身也逐渐产生不满，这样就彻底动摇了泰国国家认同的基础。至于在经济上呢，泰国经过疫情的打击，现在是经济发展乏力，财政资源匮乏，而在大选当中，各大党都夸下海口要大幅度增加民众福利，要执行积极的经济刺激计划，但是又没人说清楚，你说这笔钱到底从哪里来？因此，无论是谁上台，都要面临经济发展的巨大挑战，以及如何兑现大选许诺的挑战。称俄罗斯高级将领苏洛维金或许事前就知悉瓦格纳兵变的消息，并传出苏洛维金已经被捕。相关传闻是否说明在俄军高层内部早已存在裂痕？但针对此番爆料，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辟谣称，这是炒作和流言蜚语。
有美国现任及前任情报官员向美国《纽约时报》表示，根据美方获取的情报，有俄罗斯高级将领事先知晓了瓦格纳兵变，这使人们怀疑俄军高层内部是否出现了问题。相关报道还把矛头指向了俄罗斯特别军事行动区域联合部队副总指挥、俄空天军总司令苏罗维金。苏罗维金有“末日将军”之称，此前曾被任命为乌克兰境内俄军的总指挥，但在今年1月被降级成为俄军总参谋长格拉西莫夫的副手。分析人士认为，苏罗维金是一位受人尊敬的军事领导人。他在去年乌克兰的反击战后，帮助巩固了整个战线的防御。所以，尽管在1月份职务发生了变化，但在管理战争行动方面仍然保留了影响力，并在俄军内部颇有名望。而普里戈任也对苏罗维金赞赏有加。他曾因弹药供应等问题多次与俄防长绍伊古、格拉西莫夫发生口角，但夸赞苏罗维金是唯一知道怎么打仗的将军。《纽约时报》援引美方官员的话称，除非普里戈任认为其他有权力的人将会帮助他，否则他不会发动兵变。报道称，如果苏罗维金参与了上周末的瓦格纳事件，这将是自所谓特别军事行动以来俄罗斯军事领导层内讧的最新迹象。不过，针对《纽约时报》和《莫斯科时报》的爆料，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6月28号回应称，这是炒作和流言蜚语。佩斯科夫说，现在围绕这些事件会有形形色色的炒作和流言蜚语，我认为这是其中一个例子。